上一讲我们说到，全国接近5亿的二次元人群已然成为一股拯救实体商业的消费力。但同时市场也出现一个反向论调，认为二次元古店明年要迎来倒闭潮。更悲观的观察者还会把这个期限缩短到2024年年底甚至暑假。在大好形势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判断呢？很大的原因是大批外行商业力量的涌入，开始让股圈人群心生抵触。这种抵触细究起来又可以分成2层心思。第一层，对商业中心们卸磨杀驴的不满，最有代表性的还是成都天府红。天府红最早因为允许股圈摆摊而盘活，但复活后为了迎接新的店铺进驻，开始驱赶曾经主推的民间古玩市场。用爱发电的小摊主们不能再随意摆摊，而是必须在官方小程序申请有限摊位，哪怕支起了摊子，也不能售卖跟商场古店同款的谷子，而且被集体迁移到了6楼的餐饮区。卫方的想法也很容易理解，小摊主们不要跟1至5楼的长期古店抢生意，去给餐饮带流量罢。但这样一来，古玩摊主们的客流也急剧下降，而且小摊上的谷子被餐饮区的各种油烟饭菜味道浸染，影响品质了。二次元们还发现，古玩市场的摊主来来回回就是那么几个，已经没有新面孔、新股和新创意。而疯狂扩张的古店们，即便驱赶走了用爱发电的小摊主，自己生意也没好到哪里去，也快速陷入了内卷。古店们如果不是资深二次元，很难判断不同 IP 的潮流走势，大家都愿意去追逐最热门、最保险的几类谷子，导致产品同质化严重，没办法真正吸引亲妈级玩家现身。第二层心思是对外行们踩着雷区圈钱的行为不满。这几个月资本都在感叹二次元的钱好挣，这话在股圈听来恰恰代表了轻视和傲慢。观察者林佩颖在他的公众号上记录了一场商业地产公司们对转型二次元的可行性分析，里面有段话很能说明问题。二次元文化在中国已经泛化了，哪怕都是二次元的，里面也有很多分支，有些不同分支的二次元圈也容易吵起来。比如二次元圈里有打游戏的游戏宅，也有买汉服、JK、Lolita 群的三坑姐妹，也有看哆啦 A 梦、海贼王、火影忍者的80、90后老二次元，也有和 K-pop 圈交融的二霸。可能大家都是性别、年龄段、价值观，甚至对二次元文化理解差异很大的。圈内尚且这么多分歧，何况圈外的资本。林佩颖记录了几个例子。中国西南部，我猜也是成都，有个上下2层的商圈，在下层引入了许多谷子店，上层则安排了潮牌服饰、剧本杀店、电竞馆。在运营方看来，这似乎都是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堆在一起能丰富完整体验。但实际上，被下层谷子店吸引来的二次元年轻人，跟楼上的商业是互不兼容的。在二次元看来，会消费潮牌、玩剧本杀的人，算现充，也就是现实生活很充实，不需要在二次元世界寻求情感寄托，跟自己完全是2个物种。而在潮牌们看来，来商场的这批二次元，不但不进店消费，而且整天成群结队堵在自家店门口聚会玩闹，耽误正经生意。这个商圈一度还举办过真人流量明星的活动，在物业方角度也是为了讨好年轻人。但他作为外行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位明星的饭圈跟二次元之间有不可磨灭的过节，活动引发了大量指责和投诉。而哪怕同样是二次元粉丝，甚至粉的是同一部内容作品，不同流派也有互相不对付的雷区。粉丝们社交时经常有个规矩，叫同担拒否。什么意思？你喜欢王富贵，我也喜欢王富贵，但咱俩要离远点，因为我们之间会互相嫉妒。而这种分寸，古店或者商业中心的运营方如果是外行，组织活动时也很容易触雷。你看，二次元本身就是个情绪场，情绪值尤为分叉，圈外人太难把握了。所以古店倒闭潮真的会到来吗？我猜以当前实体零售行业里的二次元供给增速，肯定会倒一批，但也会留下一批。毕竟接近5亿人群的需求已经越来越显性了。谁会留下？可能要看谁能更快摸清楚这个人群的消费心理，拿出顺毛驴的整体经营策略。商业参考作为外行，也斗胆揣测一下这种心理，供你参考。如果你就是二次元受众，也请你在留言区温和指正。我们还借谷子这种特殊商品来切入。对粉丝来说，谷子是什么？不是大同小异的玩具，而是自己跟角色 IP 之间的关系标记物。谷子寄托了自己与角色之间不会崩塌与背叛的情感关系。买谷吃谷是在为夯实这种隔着次元壁的情感关系做任务。而需要穿痛衣背痛包，
逛古店、逛漫展，而不满足于在淘宝、闲鱼上买股，是因为买股不是简单的采购，而是在奔现和约会，图的就是处处可见虚拟情感对象的踪迹。粉丝在漫画书、番剧和游戏之外的现实世界也能看到心爱角色的形象，会感觉他的存在更真实。每买一个新股，都是在向角色表达和确认一次心意，是在做情感储蓄。所以为什么一个铁徽章能拍到 7.2 万元？买家不认为这笔钱是被卖家赚走了，而是打进了自己和纸片人的情感账户里。到了这里，我们3次元麻瓜要挠头了，对方并不真实存在啊，这么烧钱有意义吗？对买股持股的粉丝来说有意义，这种意义一方面是面向自己内心的，逻辑类似那个段子，福建人可以对法官撒谎，但绝对不敢对妈祖撒谎，信他就不能对他撒谎，爱他就要为他花钱。另一方面意义是面向粉丝所归属的二次元人群的。二次元粉丝们很喜欢的一种私人活动叫摆阵，就是把自己囤积的各色谷子在某些有特殊意义的日子精心陈列出来，摆满整张书桌、整个展示柜或整个房间，然后拍照发在朋友圈、小红书或同好社群里，表达自己对角色的爱。这种阵列还能帮物主在二次元社交圈里奠定地位。股圈粉丝们在网络社区里喜欢带客条发言，什么意思？就是表达不同意见时，把自己为角色花过的资金金额晒出来，言下之意是我为某某已经花了多少钱，我对他的爱比你多，我比你更能说了算。这也是二次元们更愿意圈地自萌，反感外行介入的重要原因。圈外人根本不在这个生态里，不能理解这种优越，就是在解构这种优越。我们回到想借股店翻身的传统商圈，基于这样一种用户心理，商圈们怎么做才算顺毛驴呢？如果能找到资深二次元来为整个商圈操盘，那当然皆大欢喜。如果做不到，那么至少需要留意2个点。第一个，把二次元 IP 的灵魂和关系支配权交还给用户。全球大热的中国游戏《原神》在2021年做过一件事，他宣布在全球范围放开同人商品版权。什么意思？民间玩家们基于《原神》IP 自发进行2次创作，做出来的谷子只要不超过一定数量，无需相关方申请授权，可以自行销售。这在当时把海外玩家感动坏了，不少海外玩家和媒体还用《原神》的公司米哈游来对比任天堂、迪士尼，表扬米哈游非常善良。而《原神》的操作其实是国内不少二次元版权方的通行做法。中国从业者们面对激烈的同行竞争，很早就意识到版权方在默许同人作者贩卖二创作品获利的同时，同人作者的产出也是在帮版权方运营社群，维持热度和用户粘性。同样的，那些曾经破败的老商圈之所以反而能够吸引二次元客流，是因为物业方的经营不善，恰恰让出了主场支配权，把空间和生态给到了二次元玩家自己。民间的古玩市场里那些玩家的小摊和小摊上的二创谷子，蕴含的情感价值跟授权股店里的官方谷子是不一样的。把这门生意的灵魂交出去了，商圈们自己还可以做什么呢？我们以前聊国潮消费的时候讲过一种产品类型叫国魂潮型，在股权生意这个话题里，我们也可以套用这个概念，改成股魂潮型。股魂的部分交给版权方和二次元粉丝自己，商圈们可以去抓潮型。这个暑假 MSC 地中海邮轮旗下荣耀号推出了一个邮轮漫展项目，邀约二次元们乘坐邮轮参加5天4夜的动漫嘉年华。这趟邮轮之旅提供的其实仍然是传统邮轮的经典体验形态，海景、美食、泳池、健身房、桌游、派对等等，但因为有了动漫这个灵魂，推出没多久就先于其他航程被抢光了。消费领域另外一个引起二次元关注的套皮物种叫二次元蹦迪，你一听就能明白什么意思，仍然是年轻人爱扎堆的酒吧夜店，仍然是熟悉的蹦迪玩乐，但规则是所有人身穿二次元的 cosplay 服装出席，歌单也换成了各种流行番剧的插曲主题曲。这种玩法也开始被不少商圈用来填充自己的业态。2024年以来，它已经从上海蔓延到了南京、杭州、武汉、重庆、深圳和北京。有些留学生在社交媒体上见到之后，甚至把它搬到了海外，在美国、澳洲也组起了二次元蹦迪局。我这样的老阿姨也对这些玩法创新有强烈的观察兴趣。这一轮老商圈借二次元的复兴到底能不能成？二次元整顿现实世界又能推进到什么程度？这场双向实践又能给整个大消费领域提供怎样的经验教训和启发？你难道不想知道吗？咱们一起等等看。再见。